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哈。很多人都关心我为什么停更这么久，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谢谢关心。确实大概有2个多月没有更新旅行视频了哈，一直呢都没有出去旅行就停更了，在休息。其实，在开始的时候，2个多月前就想出这样一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会断更一段时间。但后来想了想啊，做这个视频又没什么意思啊，说不定哪天就出去玩了，就拍视频了，就拖着没做啊。那没想到这么在家一休息啊，就休整了2个多月，2个多月就没有拍视频，而且这2个多月是远离网络啊，和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啊。那说到断更，我这1年多哈，出国旅行也去了不少地方，就是感觉跟以前相比，现在就拍视频、做视频还蛮累的。一方面就是每一天都在路上奔波，起早贪黑的，而且像我这种都喜欢徒步嘛，一天就走个2、3万步，回来就觉得挺累，做视频都懒得做，有时候断断续续做个视频都要3、4个小时，做完都特别晚了，所以就感觉就是做视频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事，很累啊。回北京就想彻底休息。当然还有另一个角度哈，就是如果把拍这个视频哈，做自媒体当做一个工作来说的话，那现在这种工作真的是旅游视频哈，真的是又累又辛苦又不挣钱啊，纯靠这种流量收入是入不敷出的。你像我这1年多哈，出去旅游也偶尔统计过一些费用，像东南亚这个算便宜的，一个月吧，差不多1万多。当然你要住青旅会便宜一点哈，2个人也会便宜一点，因为我一个人嘛就会贵一点。其实像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很多次，再去呢，也是因为喜欢玩嘛哈，所以就是有些地方国家你可以一去再去的，毕竟有很多小众地方也没去啊。另外以前没怎么拍过视频啊，所以就想着拍视频记录分享一下，让大家休息茶余饭后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些视频。毕竟很多人没有机会去这么多地方旅游啊，包括就给一些旅游爱好者也可以提供一些攻略嘛。但出国旅游拍视频其实还挺费钱的哈，尤其是要去一些比较高消费发达的国家，而我又不太能够，不属于那种穷游挂的吧，比如住青旅哈，偶尔住1、2次还行。你像我今年去的2次日本哈，冬季的北海道啊，那次雪国之旅大概是27天，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是花了不到1.9万啊，这属于正常消费，不是穷游的啊。然后像春天那个赏樱之旅，大概是待了22、23天吧，大概花了有15000多，算是属于比较省的啊，但也不算穷游，一个人费用稍微高一点哈。也就是说，一个人1个月的旅行费用在日本就大概要花到2万块钱左右，去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会便宜一点。其实我今年最想出去旅游的是欧洲了哈，但有几个原因一直没有去，一个就是确实签证哈不太方便，现在都排大队，有些国家啊给的旅游时间也少啊，只有法国好像给的时间长一点，但是你要拿到5年的签证，必须连续3次至少哈这个签它才可以。所以拿到这个多年多次的还是比较麻烦、比较难的，所以就法国的这个签证就排大队嘛，就一直没有签，欧洲计划也就暂停了。另外手里还有一个美签哈，也快到期了，10年的，本来想利用这个去一些国家玩一玩，但是好像夏天呢又觉得季节不太合适啊。原计划其实挺想去的，像中美啊、拉美啊、加勒比这些国家，包括像南美的厄瓜多尔，但觉得季节又不对啊。原计划也是想9月以后再去，而且还有个不好的消息哈，厄瓜多尔还取消免签了啊，对中国人。那其他地方就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啊，像一些比较穷、比较乱、没啥好的旅游资源地方也不考虑去。虽然那些地方有流量啊，很多自媒体喜欢去这种地方，又穷又破的地方，但对我来说呢，这种旅行方式还是以这种愉悦性为主，拍的还是以美景为主了，所以就不愿意拍那种穷游体验啊，揭露那些国家脏乱差的地方，我都不太喜欢拍啊，我还是希望拍一些这个美好世界啊。那说到拍这个日本旅游哈，好多人还说，哎，老刘你怎么老去日本拍呀？
其实这个也是因为办了日本签证哈，因为现在日本这个3年5年签证还是比较容易的啊，拿到签证就可以说走就走嘛啊。另外在日本旅游的话，无论从安全性啊，包括整个季节气候啊，甚至从消费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但也有很多人哈对我去日本旅游拍摄很排斥啊，说不喜欢不愿意看。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一个旅游放到这么一个角度去批判啊。看一个旅游视频，很多人都看出了国仇家恨，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喜欢就看啊，不喜欢划过就好了啊。就是旅游看世界嘛。而且从旅游的角度看，日本确实有很多值得去玩的啊，一年四季都是不同风景，美食也不错啊，加上日元贬值啊，购物又放心哈。实地体验一下，你会发现确实还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吧。很多其实去日本旅游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啊，甚至想一去再去。另外现在变懒哈，就不想出发的一个原因就是跟这个自媒体的大环境有关啊。其实大家最近也经常看到啊，一些自媒体的作者反映，就收入大幅下滑，断崖式的下降。其实这个现象已经出现挺长时间了啊，就是最近可能更明显一点啊。最近我感觉这个停更哈，或者说是就是怎么说，拍视频间隔越来越长时间的人挺多的。以前其实好的自媒体的作者流量收入很容易达到2、3千甚至更高啊，足够支撑他这个出去旅行到任何地方的费用了。但现在靠这个流量收入估计都不行了啊，很多人收入从几千降到几百甚至更少啊，2、300块钱在国内旅行可能都悬，是吧？你不要说去出国旅游了，3、500的话在国内还可以，出国也入不敷出啊。你像我这种方式的话，费用算是高一点的啊，像一些东南亚国家一天花个3、500，日本大概一天7、800吧。如果去欧洲的话，欧美一天可能要花费1000多、1200、1500啊，即使穷游也不便宜了啊。所以这点收入是维持不了收支平衡的，更不要说挣钱了。当然也有不少这个观众哈，觉得就该这样，谁让这些人年纪轻轻的不工作，还出外吃喝玩乐把钱赚的啊，是吧？觉得这个有些人是这种心态。所以如果现在你做旅游自媒体啊，想挣钱的话，靠流量收入是没戏的啊。其实平台去年就开始引导这些旅游作者啊直播带货啊，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时间了哈。我也是去年跟着平台学习培训了一下直播和带货啊，包括去年的平台的每年搞的年度大赛都是通过直播带货为这个评比内容的。确实感到这个直播带货是挣钱的，肯定比这个拍视频流量收入高啊。但也有个问题，就是你喜不喜欢啊，适不适合，或者有没有能力的问题。我其实去年比完赛之后就好像就再没有直播过了吧。一个是不喜欢，其实你看我这2个月停更，我也没有直播过，也没有带过货啊，就是可能不太喜欢，没有这个意愿。第二个就是旅行的时候，你也没有时间去直播，没精力啊。可能有些旅行作者现在变成职业卖货的了啊，他现在拍视频其实就为了保持一些话题和热度，因为你没有话题没有热度，你直播卖货呢效果也不好。说到最近大家这个收益再次断崖式的下跌，好多人没办法啊，只能考虑直播带货。虽然直播间很多人没多少人也在努力坚持啊，期望凤凰涅槃。确实有发财的啊，尤其是有机会做这种专场直播的，收入比这个做视频会增加很多啊。也有人开直播呢，不带货，但是打 PK 要礼物的啊，这些人还被骂成网络乞丐啊，其实都不容易。我还是希望，如果你看到旅游作者直播带货，如果不是他的粉丝，就理解一下啊；如果是他的粉丝呢，你愿意购买支持一下，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当然一定要买好东西了不好的也别买啊，体验不好的该退就退啊。至于我以后直播带货，看情况吧。另外，这个增加收入还有接广告和赞赏这种方式就看你这个作者的个人能力和魅力了，也不是所有作者都有这种机会。
所以如果以后你看到我的文章和视频有点像广告啊，心知肚明就好了，可以点个赞留个言啊。还有就是赞赏，其实这1年多有很多粉丝给我赞赏啊，在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谢吧。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人，以后如果能继续做旅游自媒体真的是因为热爱啊，不是当工作啊，就是热爱旅游，喜欢分享啊。就是我做视频就太喜欢精益求精了，老追求唯美，所以耗费时间太长，一个视频要做好几个小时。其实现在平台的规则有变化有可能我会调整一下，缩短这个视频的时间，这样制作也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也会增加头条的图文内容这块收益也比较高。还有做一些这种攻略式的街拍的东西吧，能增加一些收入这样也能够让我坚持的时间长一点。可能还要加设备我那个云台，手机云台在大街上拍不方便，可能买个小巧的设备。最近的计划呢，反正北京是比较热的就不想出门要出去还是去一些比较凉快人少的地方现在很怀念那时候去贵州新疆的时候，人又少又好看。哎呀，今天呢瞎聊了很多很多地方可能说的不对请大家原谅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近期就准备恢复视频的拍摄了，至于走到哪里，大家关注一下吧。